最近有个朋友来咨询我说，他拿到一个在大马、在槟城 Intel 工作的机会，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而且也是朋友介绍来跟我聊咨询一下，但是聊不了几句，其实在微信中来来去去，大概聊了几十条，我就觉得好像他也不太适合到大马来。是，我觉得他心里面有这么多的犹豫，有这么多的无知，那我觉得适合他的地方，可能还是他现在待的这个地方。对，很无奈。其实有朋友到大马来，我们是会感到很开心的。但事实上，我都没有说你还是不要到大马来了。我们的聊天实际上是无疾而终，就这样终止了。我想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有朋友先把这一位正在求职的他的朋友介绍给我来了解。他问好之后，先说你是生活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雪兰莪这里。他说那因为我要去槟城。那也没关系，槟城你可以关注像金宝宝有很多的频道，你能够看到他们的生活。但就我所知，你有些什么想要了解的，我也会回答你。那他一开始是很正常，他就问了像槟城的生活怎么样，生活费用怎么样，小孩的教育怎么样。我想我多少也了解一点，我就跟他说了。这时候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的。那接下来他抛出了第一个担心，他说我的小孩念初一，我担心他的英语未来会跟不上。我说这个问题不大，虽然很多人有这样的说法，但他只要有这个信心，他也比较 open， 会交朋友就可以了。我还把我跟我们的小王的朋友小潘的做的这一集，他如何从英文一点都不会，经过了1年的时间都已经说得很好了，我就发给他看，我说你自己去比较一下。我想这个很小的问题啊，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别人还是可以来大马的，多好。那他到了大马又能工作，小孩子又可以接受教育，还能赚到钱，因为是工作签证。他告诉我 Intel 给他的 offer 和他原先公司的收入都是差不多的。我想这是真的是天大的好事，其实也挺为他高兴的。那他要了解的无非就是一些细枝末节，没有想到他后面抛出的问题，抛出的这些疑问，基本上就是在自我封闭、自我否定，所以我们的谈话就会变得无疾而终了。这样，你刚刚说的这细节，你说跟他的现在的待遇差不多的，也让我心头一惊。这咱国内市场 job market 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大家以前跳个槽起板都是30%到50%的涨薪，他现在可以考虑一个薪资相当的这样一个职位，这实在是让我太诧异了。可是在我看起来 Intel 如果在马来西亚的 offer 能够和原先他生活在上海还是一样高，这个我觉得 Intel 已经是很慷慨了，是蛮有诚意的，确实是。我想到我自己当时要做这样一个评议，我的工资要减60%。我可以给你补充一下他大概的个人的背景信息，我们再会了解他为什么有很多的担心，他到底在担心一些什么事情。是他比我年龄还要大，因为我们正好说到不同年龄段的决策。那他有一个小孩念初一，在国内的学校呢，他也感觉卷得不行，小孩子是读书读得很难受。国内这家公司他告诉我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很多芯片不能做，所以他公司就打算要撤退了。先是给了他的一个印度同事一个 offer 的机会，我不知道去哪里工作。他说那个同事没有接，才想到他。一方面他有些不开心，另外一方面他觉得这样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未卜，干脆就拿着一个叫拿包走人，你应该听得懂，在我们的语言环境当中，就拿了一个赔偿的一个 package，等于是就走主动谈了一个好价。对。他就开始找工作了，没想到他碰到的情况就是，他说国内找工作现在很困难，因为他已经讲了，他比我年龄还要大一些，所以哪怕是在你们这种方兴未艾的半导体行业，它也是很难。他说有2条，他觉得是歧视。首先问薪资太高，或者说你年龄太大都没有谈的机会，直接跟你讲不好意思，我们没有缘分，就结束了。这个是蛮残酷。以前我们这人家走进来，你约好的面试总得说上半小时1小时，未来兴许是我人才库中的一员。我们以前总会是这样的，虽然我听说过，但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据说现在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了。
只是、那他个人是怎样想呢？他觉得压力大，睡不着，焦虑，还要担心赚钱，要未来养小孩，这是他告诉我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他是焦虑的，是想要有一些改变的。他生活在哪个城市？他还是生活在上海，那生活成本也是比较高，薪水我觉得在外资的芯片公司应该也不会差。Intel 也给了这样的 offer， 所以我还是劝他，我说像咱们这年龄，反正慢慢的做一些转换和适应，也有一种新的赚钱的方式，未尝不可啊。那到大马，你虽然说薪酬一样，我觉得已经不错了。我也把你这个例子讲给他听，我说，你至少可以拿到更好的一个生活质量，小孩子的教育问题多少也是可以解决的。我就讲到这儿，但他后面又抛了各种各样的疑问，让我觉得真的是想法不一样，这个没有办法聊到一起。那他除了小孩怕他语言跟不上不适应，他还有其他的担心忧虑吗？首先语言这个问题就没解决，因为他说您这个视频是在 YouTube 上的，我看不了。我说是好的，我已经感觉不妙，这跟我们身边很多朋友是一样的，认知的 bandwidth 就在那里了。对，那我就说是放在 YouTube 上，可是您不上 YouTube 怎样了解真实的世界呢？好，这个我可能话讲的也不对，因为我们没那么熟，不应该这么冲。但他后来又问我了，他说你说到国外来，就算是赚到了钱，未来我的钱怎么搬回去呢 ？OK， 所以对他来讲，他的人生当中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另外一个国家工作生活。对于你给他说的这些问题，他完全是，我觉得他在他的一个舒适区里面，虽然他感到有些许不适，但是他的 long term plan 还是在这个舒适区里面过完一生。就他看到的问题，在我看来不是问题，是 out of the question 的。因为我说我们原先甚至于中断工作，我都会愿意出来。但是我也知道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如果手停口停，这个情况不一样，对吧？是。好，那我们接着了。我说我所不希望的是什么？我说我们就不希望，你看最近不是有天水幼儿园的事情吗？我说这样的事情可能会针对每一个人，因为这微信上我也不能讲得太过了，到时候我的号被封了。我觉得他应该听得懂，天水好像国内也是可以讨论的，那些孩子吃的有毒的食品，血铅超标，有可能致癌和对智力有影响，是终身的受到影响。我说这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影响吗？我说首先要考虑这样的风险，要规避这样的事情。我说您要是考虑赚钱，那一定是国内更好。你想到大马来赚钱，那先不要把这个作为核心的考虑。那我基本上我是首先的一个判断，他的目标是不一样，他还在考虑怎样赚到钱。我不是说这不行，那他确实没必要这时候还要来考虑移居到大马，甚至于在大马工作，这么高难度就算了。我蛮好奇，那你们讨论天水的事儿了吗？讨论了，结果他一句话以后，就真的这个对话就戛然而止了，终止了。那他是怎么回复的？他说天水怎么了？他说您的孩子也在那儿读书吗？一开始天水怎么了？我想 OK， 国内信息相对封闭，他有可能是不知道天水的事情。但人家接着说了，您的孩子也在那儿读书吗？意思就是说他知道那边是读书的孩子出了事情，那他应该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不过他可能认为说你的孩子又不在那里读书，那么天水怎么了？应该这样来理解吧。我已经有一点不知道他的这个套路是什么了，他可以无知到这样的地步，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哪怕是我们 Auntie 合伙人的妈妈，她都知道这事情，她也非常生气的跟我讨论，这怎么会不知道？而且据我所知，中文媒体上边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大家都在讨论，都在气氛当中，所以我们的谈话就此戛然而止了。我看这24小时已经没有了，我最后说了一句，我说这只是一个隐喻啦，结束了，他也就不回了。那我想毕竟是别人的朋友，这个嘴有点贱了，我不能把别人的朋友得罪了。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就会跟他讲，鱿鱼游戏看了没，是吧？没看第3季，你第1季看了吗？虽然鱿鱼游戏到后面都是互相残杀，就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我的生存要以你死作为代价，是个零和游戏。可是鱿鱼游戏的第1集谁都知道，所有的小朋友出去玩，就一个小朋友转过来，如果你还在动，我就把他给射杀了。这是一个随机的事件，所以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就会这么跟他说，就用英文讲就是 it could be anyone。你怎么知道今天是天水，明天不是你？对，我觉得或者已经是你。我觉得对血铅中毒这件事情，我大概是在10几年之前，我也才知道，其实离我们身边是很近的。当时我在上海工作，我们有一个美国的老板，他的小孩在中国来了大概1、2年之后，他们是生活在张江，特别是中芯国际附近的那个豪宅区。OK。他小孩在那边上了1年学，最后就回美国去了。我们很诧异，后来问他说怎么了，他说他的孩子就是在中国的1年，突然之间就是铅中毒，血铅超标。
我当时非常他是在上海啊，他是在上，就生活了1年。这个美国的孩子生活了1年之后，合伙人后来为了他重新又搬回美国去了。所以我当时觉得啊，原来血铅中毒这个事情离我们这么近。当时我再去查了一些资料，我才知道说，其实它最大的这个来源一般就是你的饮用水和周边的空气，所以我才知道并不是那么远的。这一次的事情发生之后，我才知道说，标准的血铅的事故发生之后，其实你在这个血铅指标到了一定的，这好像50微克还是75微克之后，要做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叫环境溯源。要立刻去排查饮用水还有空气当中这个源头，所以其实这非常恐怖，你细思恐极。所以我不这个事情，我们并不是想说在天水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是讨论的危险性。It could be anyone， 你不知道的，也许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你吃的这个东西，土壤当中、饮用水当中，真的是非常可能科技很活啊。对，我把话说完，我们不想去溯源这个视频和这个事件，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也不太适合马上得出什么结论。但是如果这样的危险都没有感知，那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就像你讲的，可能在很早之前，这个风险就已经在了，就不是说单单的 it could be anyone， 这些已经发生了，接下来那一枪可能刺中的是你，而有可能已经被刺中了，你也不知道，是吧？就像刀哥，他觉得我凭着自媒体人的良心也要讲一讲这个事情。我在上海做直播的时候，不是有个观众说上海这么好啊，你们为什么要离开？是个大马人。我也是10几年前我们美国老板明白不？小孩这个血铅中毒事情之后，我也对小孩的饮用水还有吃的东西，我也是非常上心的。而且你看，最近我们儿子回去，这半年来他长高长了5、6公分，我觉得他你朋友的儿子跟我们小朋友是一样大的，这个年龄正好在长身体。他的身体需要安全的食物，有营养的食物，有品质的食物。其实这个家长怎么不为这个小孩想一想？对，所以你讲的就不单单是水、食物，还有空气。食物可能还有特供的食物，有特权阶级可以吃到更好的食物。可是空气，可是你所接受的教育，它比空气更加让人怎么讲，就是窒息。其实我回去，我觉得表面上看上海是挺好的，我也发给大家看了。那我跟梅大师他们后来逛完苏州河，我们其实还做了一个节目没有发。我觉得说短期待以旅游的心态真的挺开心的，尤其是自己的故乡故里有很多故人也在。这个我比一般的城市确实更有感情，从吃的到人。但你让我长期待，我方方面面真的就会受不了。是的，你看那个电视里面放的新闻，因为我看我爸妈在看的这些内容，每天都是一片大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这确实是这样的感受。你会发现大家的表达和语言都已经开始自我审查，这个非常厉害。你知道有些话都不用说出口，你知道有些话说到这个地方你就必须要停止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你再看一看现在小朋友他们所谓的规定阅读数目看完之后必须要写的读后感，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就在接受这种服从性测试、统一性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这个是我不想让孩子们再重蹈我们当年的覆辙的。是，所以说回来，我觉得改变一个人很难，你让别人也很不舒服。那怎么说？别人的诉求你也不清楚。有些人真的每天能够赚到钱，那如果他的想法跟我一样，说哪怕先不赚钱，不是说你要多富豪，你都愿意先切换一下，那我们才能够继续下去，我也才有可能把我知道的关于大马的一切去告诉别人，不然我就觉得不在一个频道。这就是我说聊不下去，真的劝这样的人不用来大马，但是不用劝了，别人也没想过要来，他有可能觉得这个还不够好啦，我的小孩又不够适应啦，钱又赚不到啦，他自己就会碰到一堆的困难，其实是不适合劝的。就像稻盛和夫说，有些是阻燃型的，对，有些人是可燃型的，我们就点燃一下。我觉得挺好的，你不必去劝说他，一方面是不用浪费你的时间跟精力，另一方面就是你没有义务去教育他，更没有所谓的权利，我说的是权利，去打破他心中的这个美好的画面，以及他已经给自己设置好的人生。对，所以回答鲁迅的问题，就你真的不用去叫醒铁屋子中的人，其实你自己也不一定清醒。原先怎么说，身边的朋友都生活在国内，就像你以前也分享过，我们跟他们聊，觉得想法很不一样，会有一种这个跟你想法不一样，很孤单，好，不是一路人了。对。但是现在我就发现，同样跟马来西亚跟生活在海外发生交集的人也是
聊不到一起。你像这个想来又不得来。还有我原先生活在槟城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身边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回去中国了。怎么来了以后又回去？对，他说他们那个小区还不错的，我们不是去过的吗？我记得有很多人。现在他说中国人就他一个人都回去了，这也太夸张了。在槟城。我自己从来没做过这个节目，是因为我们听说过节目什么博主大家谈到的朋友好像很多，那我认为那是不是噱头大家拿出来一说的？因为像小红书油管这种东西特别多，没想到好像是真的，反潮蛮多的。所以我觉得来了大马的我们也不一定是一路人，那挺孤单的。但这种孤单我觉得是好事情，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结果。有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才是世界的真相，也不用去跟别人想法一样，就这样。但是也有一种可能，他们回去可能所谓的叫断供嘛。可能是家里面发生了经济上的变故，没有办法去 sustain 这样一个可能一方在这里陪读，这样高昂的一个生活成本，这也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对，这是我说的不够好，就未必是想法不一样，这个我充分理解。他不得不离开，因为你到了海外有很大的决心，但是还要能够培养出实际的可以赚到钱，或者说自己钱已经够了，确实很难。我们也还是在做欧卡，在经营油管，在做一些投资，是挺难的。你看我们自己孩子学校里面也有转走的，大部分的原因都是转去了学费更便宜的这样一个学校，所以我想经济上面真的是很大一个负担啊。我们未来也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好的，尤其等自己再赚到钱。说到吃的健康，我就想到有一个食品非常值得关注一下，你知道是什么吗？当然是我们非油炸的鸡肉和鱼肉了。你现在如果让你推荐一个，你会王太甄选是什么？我会推荐大家试一试我们的三文鱼。很久没有推荐三文鱼，怎么说？是的，我觉得三文鱼对于这种不希望有很强的鱼腥味儿，又希望能够吃到新鲜三文鱼，我们这个真的是超级方便的7分钟小银包，让你吃上鲜嫩可口的刺身级别的挪威三文鱼。对的，而且它又健康，零碳水。我们好像很多人会问它是不是熟的，因为它不吃生的。告诉你，这个是熟的，对，是我们用sous vide的方法煮熟的，但是你看上去好像是生的，它又保持了生的这种鲜嫩。对，所以是可以吃的熟的沙西米。好，那我们下次再聊。